西。调皮老爸旅游去大安溪花梁钢桥出发喽！早安，我是调皮老爸。这阵风吹走了些什么，也留下了什么？今天来到了后丰铁马道，横跨台中市后里区与丰原区，全长5.8公里，沿途风光明媚，景色宜人，没有汽机车干扰，单纯享受脚踏车的骑乘乐趣。如果后丰铁马道骑不过瘾，还可以继续衔接东风自行车绿廊，变成一条19公里的自行车道。9号隧道、花梁钢桥、铁道酒庄、动物农场、情人木桥，晚上来带各位去太平洋夜市品尝美味的鹅肉切盘。导航后里马场，这里是后丰铁马道的起点，附近有很多自行车出租店。我们租了2台电动自行车，这种自行车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，小朋友坐在前面的小椅子，由大人坐在后面操控。照着路口的指标，我们进入了铁马道，开始我们的自行车之旅。我们比较快，我们在比赛了。左边有个后丰铁马道的大招牌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呢。沿途上都是绿意盎然的樟树，有树荫遮阳，骑起来很凉快。骑了900公尺之后，我们来到了夫妻树广场，这是一个休息站，有一个美食广场。整个铁马道上有很多美食摊位，所以来这里玩不用担心会饿肚子。再继续骑140公尺，我们来到了9号隧道。9号隧道建于1908年，全长1.2公里，是台铁旧山线最长的一条隧道。这里是个热门的拍照点，因为这次走访的日期是连续假日，人潮非常的多，我们就不在隧道口逗留了。隧道里面的风很凉快，像是走进了天然的冷气机。有哦。这很凉快。对，跟那个冷气一样，好冷好凉，这好长哦。一走出隧道就是花梁钢桥，这是我觉得最壮观的景点。花梁钢桥全长382公尺，在桥墩上可以欣赏气势磅礴的大甲溪。我都不知道，原来大甲溪跟远方的高山会是这么美丽的一幅画。走过了花梁钢桥，周围2旁规划了很多脚踏车的停车位。这里有一个木栈平台，可以在这里欣赏花梁钢桥的全貌，也是个很棒的拍照点。把脚踏车停好后，我们走下斜坡，来带各位走访一个秘密景点——铁道之乡酒庄。铁道之乡酒庄有贩卖很多酒类，也包含了很多水果醋。店员会很热情的介绍，也会提供试喝。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景点的评论，才发现原来3楼有个观景台，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花梁钢桥与大甲溪的全貌。如果各位朋友有来这里，记得到3楼走走哦。我们走回脚踏车停放区，再往前走几步，就会看到很多美食摊位。在后丰铁马道上，几乎每个值得拍照的景点都会搭配美食的摊位。来这里游玩都不用担心找不到东西吃。我们经过了埔子街，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民宅，还有一些车辆。骑车经过时要特别注意左右的来车。这里有一间龙挺杂货店，也是个热门的景点。继续往前骑，路边又可以看到很多摊位。通过前方的大圈圈，我们就要进入东风自行车绿廊。前方有个指标，如果要去东风自行车绿廊，就要在这里回转。你们这时可能心里会想，回转不就走原路回去吗？现在来带你们一探究竟。我们已经回转了，要经过刚刚的大圈圈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竟然出现了岔路，左边是往后丰铁马道，右边是东风自行车绿廊。一开始这2条车道是平行的，大约骑了1公里之后，东风自行车绿廊会慢慢离后丰铁马道越来越远。
这里有个特别的店可以体验蛋卷 DIY， 沿途上都有树荫遮阳，骑起来很凉快。我们好快有在比赛。我们来到了浦口，旁边有很多木椅跟木桌可以休息，周围也有很多停车位，还有租脚踏车的店家。过了这个大路口，我们来到了绿廊地标，左边有一个很高的石柱，看起来好像是个攀岩墙。绿廊地标就在我们的左边，我们下车拍一张照吧。来，1、2、3。左边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的纯白金字塔，这是200 Days 咖啡，可以在里面享用下午茶跟甜点，也是 IG 拍照的热门景点。再往前骑30公尺，来到了欧格叔叔的家，感觉这里蛮多东西可以逛的。我好像看到了一些小动物，来下去看看吧。我要玩。接下来我们要骑1公里的路程，到东风自行车绿廊石冈站才会暂停，来带各位看看沿途的风景。当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休息站，就是东风自行车绿廊石冈站。这里有很多摊位，我们在这里买个饮料补充水分。继续往前骑1公里，会来到下个拍照景点林旦月台。林旦月台曾是台铁东四线的一站，1991年停驶，现在保留了2节车厢供游客拍照。这里原本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车站，而是附近居民临时搭乘或上下货物的简易停靠站。由于没有编列正式站号，所以被戏称为0号月台。后来地方居民又把林跟蛋联想在一起，觉得林的形状很像蛋，于是就有了林旦月台这个亲切又有趣的名字。在林旦月台的旁边是哈尼开发石冈旅服中心，这里也是个休息的好地方，有卖很多小点心，干净的厕所，很多座位，好大的水族箱，还有一些书本可以看。我们在这里一起读了一本书。从游客中心开始出发，继续往前骑，等等会遇到一个岔路，从左边的岔路走路桥上去，会来到情人木桥，走右边的路会通往东风铁桥。现在我们走上左边的路桥，来带各位看看情人木桥。走下这座路桥后，左转再右转，就会看到情人木桥。我们从后丰铁马道出发，到现在已经骑了3个小时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没有走到情人木桥上面，就从这里原路折返了。晚上我们来去逛太平洋夜市，距离后丰铁马道7公里。太平洋夜市旁边就是停车场，假日1个小时20元。这个夜市只有星期三跟星期五有营业。除了丰原庙东夜市，这里也是在地丰原人爱逛的夜市。先跟大家讲一下夜市厕所的位置，厕所不在夜市里面，我们沿着阳明街走，有没有看到一间小庙宇？这里有个大豪牛排的摊位，我们走进去摊位里面，一直往里面走，就会看到厕所了。厕所墙壁外面就是夜市了，不过要来这里，只能从外面的阳明街走进来。太平洋夜市的摊位很多，重复性不高，蛮好逛的，吃的玩的都很多种类。晚餐我们来吃一间好吃的鹅肉料理，
虎峡食堂，就在太平洋夜市的对面。我们点了鹅肉切盘、肉燥饭、鹅肉丸汤、油豆腐、鹅血糕、烫青菜。鹅肉鲜嫩多汁，肉质柔软，一口下去满嘴香甜。鹅肉丸口感 Q 弹，咬下去有扎实弹性，咬开时还能渗出鲜美肉汁。笑眯眯，爸爸笑眯眯。吃完晚餐，再带小朋友去夜市玩玩小游戏，结束这美好的旅程。把握机会冲！好热哦！卡住了，耶，中了，40个，好强哦！你看这么多。这是自行车道的景点，我没有特别做功课，同一条路线骑到哪里就玩到哪里。其实整条自行车道还有很多景点没有走访到。我们从后丰铁马道的起点骑到东丰自行车道的情人木桥，加上拍照的时间，单程大约花费3个小时。因为大部分的租车店都是下午5点就休息，所以在游玩的过程中还是要计算回程的时间。下个礼拜我要带各位到苏澳。在炎热的夏天里，最适合来苏澳泡在冰冷的冷泉里啦。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。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